第28章强化息掌。躺在木盆内，身子浸在冰凉的灵液之中，萧炎有些沉醉于体内的那股充实的力量之感。按照寻常的突破模式，一般在到达第7段之后会有一段时间的温养期，而有着筑基灵液相助的萧炎却是直接跳过了这时期，到达了充盈阶段。在木盆中静坐了一会，带着欣喜的心情逐渐平复之后，萧炎这才慢吞吞地站起身来，赤裸的身子沾着淡青的水珠，在阳光的反射下炫耀着异彩。慵懒地伸了一个懒腰，体内的骨骼犹如重生一般，响起一阵清脆的噼里啪啦之声。随意地扭了扭头，萧炎右手对着床榻之上一招，吸力喷射而出，顿时将衣物卷入了掌心之中。不错，斗之气果然充沛了不少，凭现在所造出的吸力，应该能捏动一个人的体重了吧。穿好衣物，萧炎眉头微皱，喃喃道：可惜这息掌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攻击力，那种所谓的强行抽取对手体内血液，也只能对付远比自己等级低的人，对上同等级或者高级的对手，却是有些鞭长莫及了。想到此处，萧炎有些遗憾地叹了一口气，这可算是他的第1项斗技啊。抿了抿嘴，萧炎刚欲踏出木盆，心头突兀一动，眼瞳略微散发着莫名的亮光，萧炎右掌缓缓地曲卷，双眼紧紧地盯着自己的手掌，片刻后，手掌隔着半尺距离对准了一只花瓶，舔了舔嘴唇。萧炎体内的斗之气没有经历任何特定的脉络，就这般直挺挺地从掌心中喷发而出。斗气外放至少需要大斗师级别才能勉强做到，所以萧炎的此次举动除了造出一阵不大不小的清风之外，并未有其他的半点效果。清风从掌心中喷出，将那只花瓶吹得剧烈地摇晃了几下，差点便是摔落下桌子。斗气未外放，萧炎不仅未失望，反而一脸欣喜，有些兴奋地搓了搓手，快速地后退了几米，右掌再次对准花瓶。息掌！一声轻喝，强大的吸力顿时将花瓶扯得急速飞向萧炎。就在花瓶即将到达萧炎面前3尺之时，萧炎手心中的吸力骤然一收，体内斗之气全部从掌心处喷出，顿时一股强烈的风压狠狠地吹在了那急速飞来的花瓶之上。砰！两股方向截然相反的力量在半空中相遇，而作为相遇中心的花瓶却是轰然一声化成细小碎片爆射而出。望着自己这掌所取得的效果，萧炎小脸上满是惊喜，吸力与反推力的对碰所造成的破坏力远超他的意料。虽然体内充盈的斗之气在先前制造的反推力中已经被消耗殆尽，不过萧炎却是极为兴奋，那股反推力他只是运用最低级的运功方式将之发挥而出，这种方式不仅耗力最大，而且所取得的效果也是小得可怜。而如果他能有一种类似息掌这种专门发挥吸力的反推力斗技，那么在两相配合，他敢肯定所取得的效果将会极为凶悍。小家伙不错，竟然能想到用这招来强化息掌。手指上的戒指光芒微闪，药老飘荡而出，望着房间内的碎片微微点头，赞声道。萧炎嘿嘿一笑，眼珠子在药老身上咕噜地转着，一脸的讨好之意。如果有一种专门发挥反推力量的斗技再炼至炉火纯青的地步，那么你这玄阶低级的息掌在攻击力之上，恐怕就能堪比玄阶中级或者高级的斗技了。似是没有看见萧炎的脸色，药老自顾自地说道。老师，你也知道这种类似辅助斗技的罕见，我能得到这息掌还是靠的运气，现在你又让我去哪找一种能与息掌相配合的辅助斗技啊？萧炎烧着头，似是有些无奈的道。别做出你那副无辜的模样了，你不就是想从我这里打主意吗？白了萧炎一眼，药老撇嘴道。你这想法以前也不是没人想到过，可这两种斗技都是类似鸡肋的辅助斗技，很难寻见，所以倒很少有人真的凑齐过。老师也没有。闻言，萧炎小脸顿时拉了下来，郁闷不已。没有专门发挥反推力的斗技，光靠自己用斗气催发，无疑是种得不偿失的举动。瞧着萧炎颓丧的模样，药老好笑地摇了摇头，手指揉着额头，沉吟道：以前有人求我炼药，
我似乎收过这种斗技，当时要不是手中正好有一颗闲置的丹药，我也不会和那人交易，这事太久了，要不是今天被你提醒了一下，我恐怕真要搞忘记了。好了，找到了。手指移开额头，然后在萧炎欣喜若狂的目光中轻点在了他的额头之上。被点中额头，萧炎脑袋略微一胀，大量的信息灌入其中，好半晌之后方才逐渐清晰过来。吹火掌玄阶低级，可造出强大风压。简简单单的说明以及老土的名字，让的这玄阶低级4个字显得极为寒碜。这东西的创始人是个铁匠，打了一辈子铁，因为炉火的需要，结果莫名其妙地创造出了这吹火的斗技。望着小脸有些僵硬的萧炎，要老戏谑地笑道。翻了翻白眼，萧炎有些佩服那铁匠的能耐，创造斗技可不是打铁胚那么容易。吹火掌并不难学，在药老的指点下，萧炎用了2个小时，便是初步地掌握了其诀窍所在。站在房间之中，萧炎跃跃欲试地望着房中唯一的花瓶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手掌一卷，吸力狂放，吸掌。顺着强猛的吸力，花瓶直接对着萧炎疾飞而去。双眼紧紧地盯着飞来的花瓶，萧炎右手急忙撤去吸掌，然后体内的斗之气顺着吹火掌的脉络运行。吹火掌！就在花瓶即将砸到脑袋上之时，强横的风压猛地自萧炎掌心中狂掠而出，顿时房间中灰土弥漫。砰！又是一声清脆的闷响声，此次的花瓶竟然直接被2股相反的力量轰成了漫天碎末。好！满身白色粉末的窜出灰尘区，望着所取得的效果，萧炎眼睛发光。只要自己能够将2种斗技转换的炉火纯青，那绝对足以让任何准备不足的人吃大亏。拍去身上的白屑，萧炎心头知道，在最后的这3个月中，自己又多出了一项训练任务。3月之后，便是自己的成人仪式了。嘿嘿，或许很多人都在期盼着我继续出丑吧。狼藉的房屋之中，少年轻声冷笑。